好了在我们说完了这个生成树的这个整个的端口的状态变换以后然后刚才我们也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生成树它的时间是非常长的。比如说一个 listen 的状态，我们要停留15秒；一个 learn 的状态，我们又要停留15秒。这样加起来呢，也就是说一个端口从开启到最终的这个可以转发，一共要经过至少2个状态，也就30秒的时间才可以完成。那么这个30秒呢，对于一个这个很古老的协议来说，可能他认为真的不算事儿，因为这个协议最早的时候应该是97年、98年，应该就是2000年以前吧，应该算是上个世纪的一个协议了，对吧？那么它呢，其实某些情况下吧，反正还好还好。那么他认为可能那个还不算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对于我们现在的网络来说呢，这个有太多的问题了所以说在这个里边，首先生成树的问题，第一个时间过长，而生成树的设计理念是什么？刚才我们也总结了6个字，叫做宁可断不能还。也就是说，我宁可让你不能通信断掉，我也不能让你有环路出现。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会导致这个网络用起来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不是特别的好用。那么，随着这个问题的不断的产生其实我们现在看起来，生成树我们之前所讨论到的生成树协议里边，我们那个生成树叫做标准的生成树，叫做 STP。后边呢我们在 P 级课程里面要讨论另外2个问题，第一个叫做 RSTP， 叫做快速生成树，还有一个叫做 MSTP， 叫做多生成树。这2个东西它的计算运算速度要比标准的生成树，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 STP 要快得多。它们的设计理念发生了变化，依然是为了保证没有环路，并且可以自动完成这个切换，但是它们的计算方式，或者说它们整个的这个理念发生了变化。它们的理念是什么呢？基本上是判断环路是否可能出现，如果一定不出现环路，那么 OK， 我立刻转发它是以这么样一种方式来完成的。所以说这个好就好在这儿，华为的设备默认启动的时候都是 MSTP如果华为的交换机默认启动的时候有生成树这个协议，那么它默认应该是 MSTP是一个非常快速的，不会像我们这个标准生成树一样等那么长的时间了。但是在目前这个状态下目前的课程里边，我们只需要大家了解到基本的或者说叫做标准的生成树，它的理念以及它的计算方式。好，下面的时候我们来看什么呢？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看生成树的配置。对于生成树来说我们生成树有几种模式，刚才我说了，有快速生成树，有多生成树，有标准生成树。那么生成树的这个模式在交换机上是否运行生成树，运行哪种生成树呢？在系统模式下写 STP mode， 然后你打一个问号，可以看到有3种模式供你选择， MSTP、RSTP 和 STP。我们刚才讲到的东西都叫做 STP， 所以说我们应该在这儿写 STP mode STP。注意，这不是一句废话，这不是一句废话。说 STP 生成树的模式是生成树看起来像废话一句是吧？但是不是的，我们有好几种模式供选择。但是在这儿呢，需要大家注意一点，可能你手里边或者说你碰到的华为的设备，不见得都是比较新的设备，有可能会有一些前些年这个不会太远，但是也有个华为的设备嘛，总得是10几年还是有的，对吧？那么前些年如果你碰到了这样的设备，或者说你现在碰到了一些相对来说老旧但是还正在运行的设备，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要特别的留神。为什么呢？因为早先的设备华为的交换机是默认没有生成树这个功能的运行的，它支持这个功能早先的交换机是华为的交换机支持生成树这个功能，但是你必须手工开启这个功能，而
不能说是直接上来就用，上来默认这个功能不用不开。而现在的华为的交换机啊，有一部分啊，因为我也没有看到过，就是华为全系列的所有的产品，我也不是都用过。那么现在的交换机是这样，有一部分的交换机默认是开启了生成数的，特别是现在你去买5期、3期以及2期系列的交换机啊，就是5700、3700和2700系列的交换机，默认生成数多数情况下都是默认给你开启的，而且它开启的生成数的模式是 MSTP。所以说呢，我个人推荐，在实际的工作中，无论如何，你确认好你的网络里边用什么样的生成数模式，进到交换机里边，先把这条命令敲一下 STP mode。比如说我确定了我的网络里面就用的是快速生成数 RSTP， 那你就去写 STP mode RSTP。如果你确定我是 MSTP， 你也写一下，写完了以后这个命令就运行了啊，这个功能就打开了，那么你再去做一些处理就没有问题了啊，你再去接线怎么着就没有问题了。其实生成数最要命的地方在哪儿呢？其实生成数这个东西啊，最好的，或者说我们觉得它最要命的一点在于，我们最开始就是在网络搭建和设计之前啊，在最开始网络设计之初，在网络设计完了并且搭建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由于我们的交换机啊，大多数的网络工程里面，或者说我们的工作里边，我们拿到的交换机都是拿好了以后配什么用户名啊、密码呀、Telnet 呀等等一系列东西配置好以后，我们就直接放到那个机架上去了，然后机架上的线路导来导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一些长距离线路啊，你是不会说是这几个机器都摆在桌子上，然后我给你接的啊，这是不会有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很有可能由于施工过程中线缆标识出现的问题啊，有可能有同学做过这样相应的一些工作会知道，这么粗一捆啊，比如说20根或者是30根线路一捆，然后啪往这儿一甩，然后呢每一个线上都贴着一个标签，对吧？做得好一点的会给你打到那个配线架上，做得不好就是给你打一堆水晶头，然后贴上标签就扔在那儿了。那么这个施工单位在做测试的时候，很有可能把两边的标签贴错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把那个贴错标签的线当正确的来使用接上去，那么你很有可能要接出环路来。刚才我们说过了，如果接出环路来，而这个网络里面又出现了一定量的广播数据报文的话，那你这个交换机的80%甚至更多的报文，这个 CPU 或者系统资源用于处理广播，那你这个交换机基本上属于死机状态，这个是一定的，我见过这样的故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说那我隔离广播不完了吗？以太网还是那句话，以太网离了广播是没办法活下去的，因为至少在 IPv4 里边，你的 ARP 必须是一个广播，没有 ARP IPv4 就活不下去了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建议大家先把生成数给它打开以后你随便接线。为什么呢？因为生成数一旦开启了，那么它是在所有的端口上，一般情况下我们都说它自动运算、自动运行的。OK， 那么在你自动运行生成数的过程之中，你就会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了。如果说我把这个线路接错了，那么生成数的自动运行会自动的将你把这个环路屏蔽掉，啊，就 OK 了。其实生成数还防第二个是什么呢？生成数防的第二个是防用户。这种问题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协议的设计者也没有想到，我觉得，但是后来我们发现更多的情况是这样，比如说这个 C 后边啊，应该接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呢，本来呢，原来我们比如说定义啊，这个房间就一个人办公啊，这个是我们的老板啊，或者说二老板是吧？啊，反正就一个人办公。后来呢，这个我们公司扩大了，办公室不够用了，老板也不怎么来上班。你给他留一间房子空着也是空着，说啊，那好吧，咱们找3、4个同事啊，比如说一个小的部门，我们就把这个屋子呢改成一个小部门了。这个里面呢，用户呢就从1个变到了3、4个。那么你的线头还是这一个线头，怎么办？线头还是一个线头怎么办？
那么通常情况下，一般的公司不会说是再买一个这样的交换机给它接进去，而是什么呢？我们随便到市场上啊，特别是在北京，对吧？你中关村花个30-40块钱，你就能买一个8口或者说是4口、5口的那么一个小型的交换机。哎，一个接到这个上面，然后另外几个接出来，就完了。那比如说我们在宿舍是吧？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在宿舍一般都这么干。买一个中关村嘛，买一个8口的或者一个小型的玩意儿，叭往上一接 ，OK， 大家可以用了。然后跟隔壁宿舍连，来拽根线过去，对吧？很简单。但是你想过没有，对于这个屋子里面办公的用户来说，他们可不是网络专业的，这不见得。比如说这是财务部门，这是4个会计，你不能指着这个，你不能希望所有的人都懂我们这套东西，对吧？那怎么办呢？哎。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有人不知道把这个线啊这样接上了，有人说，哎，这根线你看挺长的，是吧？我拔下来没地儿搁，怎么办？嘣儿兜一圈给你接回去了。那么在这样的话，你看一个线路出去，哎，回来就有可能出问题了，啊，就有可能出问题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也是有可能出问题的。那么生成树有的时候依然会避免这样的问题的产生。啊，所以说，如果说你在你的实际工作中，我现在目前的情况下来看，我建议大家无论如何把 STP-MODE 这条命令先敲一遍，然后开启一个工作模式，生成树的工作模式，任何一种都可以，然后让它自动去运行，运行完了以后，你随便怎么插线，生成树会自动的帮你把环路阻断掉，啊，不用你去操心了，大不了就是这个网络可能有一些不太好用的地方，但是它这个网络是能用的，啊，如果说你真的接出环路来了，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网络就没法用了，就没法用了。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在我们的 ENSP 上面怎么来完成生成树的配置。好，我们先打开 ENSP， 然后呢，我们来配置一下这个东西，交换机。我们在这儿呢这么做，通常情况下呢，我们的网络里边是这样的，我们先拿2个5700这个大盖的这个东西我们称之为核心交换，然后呢，我们再拿2个3700这个呢一般我们叫做接入设备，然后呢，我们的网络一般的连接是，比如说0-1连它的0-3。0-2连2的0-3，那么4也是0-1连1的0-4，4的0-2连3的连2的0-4，然后1和2之间用24相连。我这个有点冲突了没事儿。如果出现这种故障呢，我建议大家是把你这个其他的一些所有的这个网络程序什么乱七八糟你都关掉，然后让它重新运行一下就 OK 了。不过在我们这儿呢，简单的改一下就可以。好，我们先把这4个设备启动，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都是有环路出现的，对吧？这各种环路都已经有了各种环路都已经有了。为什么我就在这儿可以赶直接连呢？就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在这儿的37和57这2种设备，它默认都是开着生成树的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好了，我们来打开所有的这个命令行。2、3、4这4台设备都启动了。然后，首先我们先给每一个设备起一个名字。1就叫 switch 1，然后呢 switch 2，我们就开始用简写了我们在配置的时候，为了追求一些速度，我们就开始用简写了。好，其实在这儿要提示一下大家的是，大家不要看到我敲的这个东西很快我敲命令很快，因为我毕竟
比较熟练。那么更多的时候呢，大家不需要去追求这个速度啊，而是要追求这个准确度啊。对于命令的要求啊，我要求大家不要追求速度，要追求准确度。那么你的速度呢是会随着你的这个逐渐的使用啊，那么你的速度会逐渐的去提升。就是你想一下，对吧？你最开始的时候，最开始接触网络的时候，你的 QQ 聊天的速度和现在 QQ 聊天的速度肯定不是一样的，对吧？你肯定已经提升了几倍甚至10几倍了，这就是一个熟悉的过程啊。所以说这个你不用开始就追求速度。那么我们为了节约这个讲课的时间啊，那么我的速度呢会稍微快一点啊。不过如果大家看不清楚啊，可以回头呢再重新的把这段倒回去啊，再重新的看一下。好，我们先起4个名字，起完4个名字以后，我们先来做啊。我们由于讲的是标准的 STP， 所以说这条命令是 STP， 注意系统配置模式 STP mode 打问号，你看 MST、RST 和 STP 啊，我们来写 STP， 我们在这儿就是 STP。好，这个也是 STP mode STP 这块 STP mode STP。4台设备啊，在目前的这个内容里面，我们建议大家原则上来讲，所有的交换机采用相同的模式啊。我们在 P 级课程里面学完了另外2种生成数以后，我会告诉大家它的兼容性是怎么做的。但是现在我们要求所有的设备采用同一种模式，就是标准的生成数 STP。这样做完了以后，其实这个生成数就运行了。而且就已经运行完成了。如果你不想做任何的调整，你说放这儿反正能用就行 ，OK， 就真的能用了。那么下面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做一些微烂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网络里面起一个微烂10，然后呢每个交换机上面都挂一个 PC， 啊，每一个交换机上面都挂一个 PC， 都属于这个微烂10，然后这几条线路都要被配成 trunk 线路了。啊，这几条线路都要被配成 trunk 线路了。好，那么我们先在这个每个交换机上启动一个微烂10啊，微烂10推出去啊，微烂10。好，推出去，这样的话呢，就有一个微烂10了。啊，每个设备上都有一个微烂10了。在创建完微烂10以后，我们来把这几个端口，对吧？啊，都变成我们说交换机和交换机嘛，一般之间都是 trunk 端口。那这个时候呢，可能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啊，就是在我们的交换机上的一个功能，叫做配置组。好，我们首先来配置 switch 3啊，我们从底下往上配，就先配置这台设备。配置这台设备，它有2个端口啊，一个0-1，一个0-2。OK， 我们一般配置 trunk 这么配置吧。Interface G ETH 0-0-1 Port Link Type Trunk Port Trunk Allow Pass VLAN O， 把所有的 VLAN 都放过去。PVID 呢，我也就不写它了，别的也就不管它了。好 ，Display This， 我们来看这个模式下的配置，一个 Trunk， 一个 Allow VLAN 2.4094，一呢就是 PVID 啊，这个我们不管它了。好，然后这是一个端口 ，Interface ETH 0-0-2 Port Link Type Trunk Port Trunk Allow Pass VLAN O。啊，这个也是一样。这个时候大家会发现，其实 E0-2 和 E0-1 的配置是一模一样的，它下面这个命令是一模一样的。那我每次都是切换一个端口，然后配一大堆命令，这只有2条，如果要配个4-5条怎么办？那每回我都切换完配吗？不是啊，不需要这样。那我们怎么来做呢？我们来以 switch 4为例，给大家一个叫做什么呢？叫做统一配置一组端口。当然，这一组端口的配置命令应该是完全一样的这样一个做法。这个东西呢，叫做 port group。啊，就是在你的系统模式下，你定义一个 port group， 当然你可以给这个 port group 做一个编号，以后就针对这个编号来做就可以了。但是通常我们不这样做，为了更灵活一点呢，我们 port group， 然后直接写 group number， 啊 group member， 就是
这个组里面有哪些成员，然后你就去写喽 ，ETH0-0-1、ETH0-0-2两个端口。这样子的话呢，也就是说，我现在临时性的把0-1和0-2编成了一个组。然后你看你的提示符变成了组的提示符，你在这个里边所做的所有操作、所有命令会同时下发给每一个组成员。那么在这儿我们来写 port link type trunk port trunk allow pass VLAN all。好，你可以看到我每敲一条命令，会将这条命令复制到0-1和0-2上去。另外一条命令也是会复制到0-1和0-2上去，这样子的话呢，我就 display current config interface 啊，算了，我就直接 display current 吧。看这样子的话呢，我就同时的完成了1和2的一样的配置啊，因为只有端口不一样，其他都一样嘛，那么就同时完成了这个配置啊，这样做的效果啊，或者说这样的速度会比原来有一个提升。好，我们把1和2也配上。对于 switch 1和 switch 2来说 0-3、0-4 和0-24这三个端口 ，port 不是 switch 啊 ，group port group member G 0-0-3 G 0-0-4 G 0-0-24，看是 G1 啊，这边叫 ETH， 这边叫 G1 啊，三个端口。好，我们来看 port link type trunk port trunk allow pass 啊，不是 allow pass VLAN all。好，你看一条命令会直接下发到这三个端口上去啊，这样的配置过程是比较简单的。好，2上面也是一样 port group member G 0-0-3 G 0-0-4 G 0-0-20。当然了，你也可以说是你如果端口特别多，比如说3、4、5、6、7啊，11、12、13、14、15，那怎么写呢？你可以这么写 ，remember 0-3 to G 0-0-7，那么就是3、4、5、6、7一块全包含啊，不用一个写 0-03、0-4、0-4，不用写了。那么在我们这儿呢，还是要这么写的。port link type trunk port trunk allow VLAN all。好，这几条命令都写上去以后，推出去 display interface port VLAN active。然后我们可以看到24是个 trunk， 允许了 VLAN 10，3和4也是 trunk， 都允许了 VLAN 10。啊，然后这个也是一样，我们就不去一个一个去校验了。啊，我们就不去一个一个校验了。这样子呢，我们就完成了所有的 VLAN 啊和这个端口的一个概念。那么再往下来看，啊，再往下我们来看，我们为了简化啊，我们给这个3和4上接 PC。这个 PC 呢是10.10.10.100啊，它的延码是255.255.255.0。这个 PC 呢是10.10.10.200啊，延码也是3个255。好，然后启动，我们把这个 PC 呢给它接到3和4上去啊，它接10，它也接 ETH 10。好，那么一会儿呢，我们会用1去拼这个2。同时呢，我们在拼的过程中呢，做一下这个生成数的一些切换呐，等等一系列的其他操作，然后来让大家可以一个直观的看到这个生成数的切换确实是很慢的。首先，我们先要在3和4上面把这两个端口划分进 VLAN 10，那么也就是 interface G ETH 0-0-10。port link 这个地方就不是 trunk 了，是 access 了，对吧？因为它是接主机的，我们之前讲过了。port default VLAN 10，注意啊 ，display this link type access default VLAN 10，那么它就是 VLAN 10里边的了。4上也是一样 ，interface G 0-0-10，ETH 0-0-10 ，port link type
access port default VLAN 10。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能通吗？命令行拼10.10.10.200，我是 PC1，我是100，对吧？我是100，我去拼200，那么我们应该是同一个网段，应该是能通的。哎，果然这个东西是能通的，啊，果然是能通的，而且呢，它其实也不会有环路了。然后，但是呢，如果我把这个线路删除啊，那么就相当于把这个链路摘掉了，对吧？把这个链路这个端口就当掉了，然后再把它重新加上去10，加上去以后，我立刻去做这个拼的操作，你们可以看到是不通的，是不通的，啊，刚开始是不通的，得等一会儿，它才能通。啊，再接着来，哎，还是不通。说，哎，这个时候其实有同学就坐不住了啊，说，哎，你看我这个接上了是吧？这个线也亮了，它为什么不通呢？哎，我这个线这个也是变绿色了，为什么不通呢？啊，这个地方，看通了吧？我们等了很长时间它才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在介绍生成数的时候介绍到的这个过程。因为我们已经把这个线路拔下来了，所以说这个线路是 disable 的，然后它又把那个线插上去，它直接进到 listen， 从 listen 到 learn 再到 forwarding， 只有到 forwarding 才能够转发数据。那么这中间经过了多长时间？30秒。这中间经过了30秒。所以说啊，这个在这个标准的生成数里面，你要接一个端口的话，你是要有耐心的。你是要有耐心的，不是说接上去就能用啊。但是对于快速生成数和多生成数来说，确实是这样，接上就能用了啊，2秒钟以后就可以用。好了，我们暂且说到这儿，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